在美国极力渲染大国对抗的背景下，混乱和冲突俨然成为了世界局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欧洲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近些年来，美国率领北约不断地对俄罗斯进行地缘挤压，这也引起了战斗民族的极大反感，俄罗斯同北约对抗也就不可避免。日前，北约成员国德国就提出了一条危险提议，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呼吁北约需要对俄罗斯进行核威慑。核武器作为一种战略威慑利器，不到战争最后一步是不会使用的。另外，基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一旦北约同俄罗斯发生核冲突，那么最坏的结果是整个世界都将不复存在。所以说，德国防长的这一番话在激化矛盾的同时，也说明了局势的紧迫性。况且从德国嘴里说出要对俄罗斯进行核威慑，这话也令人意外。当今世界，俄罗斯是数一数二的核武大国。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俄罗斯国内拥有的核弹头数量比美国还多。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俄罗斯拥有6000多枚核弹头，位居世界第一。除了数量让人不寒而栗外，俄罗斯核武器的威力也十分令人忌惮。以俄罗斯核潜艇为例，其研制的别尔格罗德号核潜艇拥有多个全球第一的头衔，比如全球最长的核潜艇。另外，在另一艘台风级核潜艇退役之后，其还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核潜艇。对于这一武器的威力，人们无法用具体的数值来形容，只形容其具有毁天灭地的能力，这足以说明一切。另外，这一威力也得到了对手美国的证实，其表示俄罗斯核潜艇是美国本土的最大威胁。从这里来看，德国防长的这一番叫嚣简直是愚蠢至极。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很好的印证了默克尔的担忧，其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的情况令我担忧。为此，其警告欧洲各国相互尊重非常重要，但是这一警告却被无视了。北约仍然选择同俄罗斯继续保持高压对抗的态势，甚至还意图进一步扩大紧张局势。面对这一局面，俄罗斯方面的回应紧随而来。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丑话说在前头，称一旦北约同俄罗斯发生冲突，德国防长应该清楚最终会给德国、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欧洲保障其安全的前提是不侵犯俄罗斯的利益。对此，外界纷纷认为，一旦战争真的发生，普京会率先拿德国开刀，重演二战场景，在苏联成功抵御德国进攻后，反扑攻陷柏林。前几天，韩国人号称研究多年，由韩国研发的世界号运载火箭首次入轨发射，这也是韩国近9年以来首次尝试发射运载火箭。可以看得出来，韩国对这次发射火箭的重视，不但花费巨大的资金和时间研制出了新式的火箭发动机，还为了这枚运载火箭保驾护航。在这枚运载火箭研制的过程中，提前制造了一枚专门用于测试的火箭，就是为了检测发动机等关键系统，但是并没有什么用。测试的火箭失败了，这次发射的运载火箭也失败了。虽然失败了，韩国人的嘴上却不认输，表示要在2030年实现用韩国自己研发的运载火箭登月，要来超越我国。但是韩国人一向喜欢吹牛，多年的努力和准备遭遇这么大的失败，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就不好说了。在韩国的运载火箭发射刚刚失败不久，我国也有了动作。据我国媒体报道，近日由我国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托载的实践21号卫星发射成功，已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其实卫星在我国发射成功，对我们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了。我国卫星发射的速度几乎可以说是3天1小颗，5天1大颗了。我国运载火箭的实力更不容小觑，而且前段时间我国刚刚研发出了全世界推力最强的火箭发动机，震惊世界。其实大胆一点的说，我国已经具备了探月的条件，只是出于严谨的态度，我国需要更多的测试和完善工作。其实用这枚火箭去和韩国的那枚相比，都是在侮辱韩国。要知道，我国的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只是一枚商用运载火箭，而且此类型的运载火箭我国都已经发射了几百次。但是韩国的世界号运载火箭可是承载着韩国人多年的希望和梦想，可以说是全部身家都投入了进来。这次可真的是梦想破碎，希望变成了失望。而且韩国还经常说要在航天领域上超越我国，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次我国卫星发射成功，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其实外国人也想不通，为什么我国发射卫星的速度会这么快，运载火箭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而且只用了短短20年左右，就做到了他们50年都未曾做到的事情。有印度网友就感慨道，这已经是中国的高科技日常了，而我们印度只能送一些玩具卫星上去，是在制造垃圾。不要用韩国这么废的国家去和中国比较。中国探索太空不是为了竞争，中国完全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太空项目在做什么，
他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并且做得几乎完美。确实，我国在航天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美国都未必敢说自己能在航天领域上一定能超过我国。韩国说要超越我国，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勇气，但是韩国一直是这样的心比天高的，反正吹牛也不犯法，最后实在比不过了，还可以嘴硬抵赖。近日，中国有了一个小动作，突然就让欧洲直接急了。欧洲工业组织更是疯狂呼吁，欧洲执委会必须加快和中国谈判，缓解欧洲现状，不然欧洲将会有许多工厂被迫关门，影响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欧洲这是被中国卡脖子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据了解，近日我国由于国家能耗双控以及各地区限电的缘故，国内不少以工业原料镁为主产区的企业停产甚至减产，以至于产量下降，然后就导致了给市场的供应量减少。而因为欧洲对来自中国的镁有着严重的依赖，也就导致了欧洲接近断供，很多以镁为原料的企业不得不减产。至此也就有了欧洲工业组织的呼吁，必须尽快和中国进行谈判，不然就有数百万人要下岗。这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而反应的源头就是中国工业原料镁的减产，并且还是不受控制的减产。所以中国对于欧洲的呼吁是真的挺无奈的，毕竟咱啥都没干，就减产了个原材料而已。镁对于工业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材料，比如汽车所需的铝合金就是以镁为原料制成的，还有飞机、建筑、机械工程以及呼吸机等。其中呼吸机作为疫情中极为缺乏的一种医疗物资，一旦断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欧洲工业组织才会呼吁尽快和中国谈判。至于为什么欧洲会被我国一个原材料卡脖子，这其实有赖于我国的镁资源总储存量占据了全球的 22.5%， 位居全球第一。当然也少不了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冶炼技术，以至于在全球每年产100万吨左右的镁，而中国却直接占据了其中85万吨，已经是近乎 90% 的产量。而且因为主流的镁冶炼技术成本远低于欧美，以至于欧洲几乎所有的镁原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就德媒发布的数据来看，从中国进口的镁原材料直接占据了欧洲需求量的 95%。所以说，中国这次的减产对欧洲的影响是最大的。当初美国伙同欧洲在世界上大搞制裁，搞卡脖子，以此威胁其他国家遵从自己意愿行事。如今同样的事情终究是落到了自己的头上，不得不说一句该。当然，中国终究是一个有风度的大国，虽然前面确实因为种种原因减产了，但是因为需求量大也很重要，所以目前就已经开始恢复生产了。未来供应量欧洲也不必着急了。不过中国好心归好心，欧洲也要领情才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的几大重要港口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货轮在港口外面排起了长龙，而港口数百台起重机仅有7、8台在工作状态中的样子，并且这些在工作中的起重机运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的慢，而且更重要的是，港口上基本上已经堆满了集装箱，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地方再装下这些新的集装箱了。尽管此前美国就已经发布了一项指令，洛杉矶港以及长滩港实行24小时工作制等延长工作时间的做法，显然这种指令根本就没发挥什么作用。随着美国航运危机进一步加剧的风险，其中的威胁也渐渐被暴露了出来。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国防务新闻报道，当前航运危机已经表明，美国的商业船队已经无法满足战略需求。一旦发生像美中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美国的商业船队显然是没做好准备的，并且美国在这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众所周知，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这就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后勤补给能力。尽管美国可以从其驻地获得一些补给，但是像士兵的弹药、舰船等装备的燃料和维修的材料都需要从美国本土进行补给，而补给所需要的船舶等交通工具，显然美国方面是比较缺乏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现有的商船队仅有182艘，还不到世界商船总数的 0.5%。大部分运输美国货物的商船都是悬挂外国国旗，但是会不会被用作军事用途还不知道。
要知道，在商船数量这一块，美国在二战时期商船队的数量是5777艘，显然美国的商船队还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而且该美国媒体也讲到，美国政府显然也是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只是商船队数量比较少的话，凭借美国的强大的军工能力，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建造出足够数量的船只，但是像能够驾驶船只的专业人士，则是无法在短时间里培养出来的。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加强人员的培养，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据了解，现在美国能驾驶商船的水手数量非常稀少，全国职业水手只有13500名，其中有6000名已经被美国海军所雇佣。这个数量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要能够满足海上运输补给的这点数量显然是不够用的，这就必须从另外那些没被雇佣的职业水手那里再征集，补充到海上运输补给上来。而这点人员的补给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显然也只是杯水车薪。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仅现有的职业水手数量非常少，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水手当中年龄还比较大。美国职业水手的平均年龄在46岁左右，以当前的情况看，这个年龄还会不断增加。造成职业水手数量稀少、平均年龄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美国不够重视水手，福利待遇明显不够，年轻人不愿意加入水手这个行业。总之，美国现有的商船队数量以及职业水手显然只是能够满足日常的运行，一旦发生航运危机或是大规模战争的情况，美国就不能应付了。